女人只是想看一场摄影展来放松心情，不成想影展的主题竟是赤身裸体的自己。这是一部网飞出品的大尺度犯罪惊悚片，不仅有悉尼妹的亲情现身，还有结局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天反转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同时也在凝视你。琵琶和托马斯是一对恩爱的小情侣，今天终于搬进了梦寐以求的高档公寓，两人为此兴奋不已。签合同的时候，中介提醒他们不要改变房内的格局和风水，甚至是窗帘都不能挂。虽然条件很奇怪，但市中心能租到如此便宜的房子，两人还是爽快地签订了合同。入住的第一天晚上，两人促膝长谈，憧憬着美好未来。这时，对面的闪光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对面的邻家小伙正在给女友拍照，而在拍了几张照片后，小伙竟直接扑向女友为爱鼓掌。两人被这一幕惊呆了。当两人看向其他住户，才发现原来不止他们两家没有窗帘，对面所有的住户都是这样，屋内所有的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对面情侣的举动让琵琶瞬间来了兴致，在一番精心打扮后，她穿上了特意新买的性感睡衣，准备给男友一个惊喜。谁知男友早已躺在床上睡成了死猪一样，男友的不解风情让琵琶感到很是无趣。翌日上班时，琵琶跟闺蜜说起了昨晚看到的一切，闺蜜得知后表示很正常，现在的人都喜欢放飞自我寻找刺激，他们很可能是暴露狂，随口怂恿她应该买好爆米花，架起望远镜好好享受这一切。琵琶一笑而过。夜晚两人忙碌一天回到家中，又不自觉地看向了对面的邻居，他们发现这对情侣不仅样貌出众，经济条件看上去也很不错。托马斯希望有机会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。正当两人聊得起劲时，他们发现邻居小帅似乎被什么东西噎住了，而他的女友小美正在隔壁房听音乐，完全没有发现危险来到。两人看得十分着急，托马斯刚准备去对面救人，还好这时小美发现了小帅的异常，很快化解了危机。深夜琵琶心事重重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，于是来到客厅喝水，无意间再次看向小帅家。此时小帅正在跟女友挥手告别，看样子小美应该是要离开几天。琵琶再次将目光转移到小帅的身材上，看着这完美的躯体，这让他对眼前的男人产生了一些其他想法。打这之后，琵琶开始一发不可收拾，内心的冲动促使他直接买了个8倍镜回来，这样近距离的窥视让他更加满足。男友托马斯以为女友贪玩，他也没有阻止，两人只要一有空就窥探对面的一切。经观察发现小帅是个骨灰级玩家，经常借拍照为由哄妹子回家。眼看对面掌声雷动，琵琶内心的欲望再次被放大，她举着望远镜让男友跟自己鼓掌。不过还没过1分钟，男友就缴械投降了。琵琶虽然意犹未尽，但表面上也没有埋怨男友的意思。当他再次看去时，发现小帅居然还在鼓掌。琵琶心想这也太厉害了吧，再看看自己没用的男友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之后他俩跟好友聊起这对夫妻，几人纷纷感叹那美女被劈腿真可怜。谁知琵琶却突然来了一句 I just wish we could hear what they were saying to each other. 朋友一听，立马说出这事儿托马斯能搞定。之前上学时为了追妹子，他自己就做过激光窃听器。琵琶一听便来了兴趣，他回家吵着让男友给对面装窃听器。托马斯连忙给女友解释了一下，要用激光将对面的超声波折射回来，这样才能顺利的听到对面所发出的声音。男友劝他说，且不说这么干是违法的，如果想弄这种窃听器，一定要在对面窗口处安个小镜子，他们根本做不到好吗？琵琶再次看向对面，发现小帅家正在搞化妆舞会，他顿时想到了一个点子，反正化妆舞会谁也认不出谁，就趁这个机会冒充客人混进去。于是二人乔装一番混进小帅家，谁知一进去琵琶就被小帅抬走。原来他想给两人拍照留念，这馊主意居然蒙混过关了，把俩人开心坏了。最后顺利在小帅家靠窗的柜子上安了一小块镜子。在一切搞定后，他们准备开始窃听。为了反射激光，琵琶毫不犹豫地擦掉了象征两人爱情的话。托马斯有点惋惜地叹息了一声，其实这一片段也已经在暗示他们的感情正在一步步走向灭亡。刚连接上信号，他们就听到对面传来的吵架声。原来在刚刚的化妆舞会上，小美看到小帅和一个女人进了浴室，可小帅不但不承认，还指责小美有一心病，并威胁说再这样无理取闹就离婚。小美听后急忙道歉求原谅，但小帅却不依不饶，还粗暴地将小美推到一边。小美的眼镜被摔坏，但让琵琶没想到的是，翌日小美竟来到自己上班的地方买眼镜。琵琶既紧张又淡定地接待了她，没想到两人相谈甚欢，像许久不见的朋友一样。琵琶还帮她挑了几款适合她的眼镜。I guess I am the femme fatale. I think you might be. They really are so you. 临走时，小美还主动要了琵琶的手机号码，相约周末一起去做大保健。与此同时，在家工作的托马斯看到小帅又在利用职务质变日常偷腥。当托马斯得知女友与对面的小美已经成为朋友，打算揭穿小帅偷吃的事情时，托马斯意识到女友已经越陷越深。可琵琶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，这让托马斯很是无奈，随即劝女友不要多管闲事。那是他们的家事，我们只是个旁观者，而且还涉嫌违法。如果继续纠缠其中，很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。可琵琶根本听不进去，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不对的。托马斯气冲冲地夺门而出，这是小两口第一次吵架，琵琶仍旧一意孤行。
继续肆意妄为的偷窥着对面的一切。现在应该说是明目张胆了，但他到底在想什么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这天他如约跟小美见面，从聊天中得知，小美以前是个模特，丈夫小帅是位有名的摄影师，两人在工作中结识，但婚后小美和情感上都非常依赖小帅，所以她不得不迁就和容忍丈夫的古怪脾气。说着，小美黯然神伤。在这之后，琵琶的偷窥欲有增无减，甚至想象着自己走进小美和小帅的生活当中。当琵琶多次目睹了小帅乱来后，终于下定决心向小美揭穿小帅。琵琶看到小美独自在客厅，他记得小美曾说过，家中有一台无线打印机，在尝试连接了数次后，竟真的连上了。于是他通过文字告诉小美，小帅出轨了。但小美看过后并没有当回事。琵琶见状又提示小美，浴室的垃圾桶里有证据。小美接收到信息后，果然在浴室里找到了用过的头盔。就在这时，托马斯突然出现，他没想到女友偷窥癖越演越烈，他非常生气，但琵琶只顾着对面的情况，显然他现在已经失控。只见小美拿着刀子想要杀死熟睡中的小帅，托马斯有些慌乱，想要报警，却被琵琶阻止了。好在小美只是比划了一下，并没有痛下杀手。托马斯眼见女友差点搞出一桩谋杀案，气愤地摔掉了望远镜，转身离去。第二天一早，琵琶起来向托马斯认错，并保证不会再去偷窥别人，也不会再见小美了。就在两人相拥和好之时，琵琶瞟向对面，发现小美竟然自杀了。托马斯见状，情绪瞬间崩溃，指责女友害死了人，对她感到十分失望。但托马斯已经忍无可忍了，随即提出分手分而离去。可琵琶并没有像嘴上说的那么害怕，依然安稳地住在房子里，像着了魔一般，继续偷窥着小帅的一举一动。小帅因为妻子的死伤心难过，琵琶便幻想着自己来到小帅的身边安慰他。这天晚上，琵琶看到小帅来到楼下的酒吧，随即跟了过去，坐在一旁悄悄地偷看，结果不小心被小帅发现了。小帅是何等人物，察觉到一切立马就上前搭讪。两人闲聊一阵后，小帅随即表示两人这么有缘，想给他拍几组照片留念。琵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他不但没有拒绝，而是满怀期待地跟随着小帅回家。接下来就是拍照和深入交流的环节，由于此处大家不想看，我代替大家欣赏了。与此同时，托马斯冷静过后，拿着鲜花回来想要跟琵琶和好，可发现人并不在家，便随手从冰箱里拿出蔬菜汁喝了几口，发现有点变味了，就把剩下的倒进了窗边的喂鸟器里。不经意间看向小帅家，正好目睹了发生的一切。此刻他心中有1万个草泥马飞过。翌日清晨，琵琶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公寓，先是发现了地上的鲜花，接着是恐怖的一幕，男友托马斯竟然上吊自杀了。琵琶不敢相信这一切，终日以泪洗面。在处理完男友的葬礼后，对面的小帅也如人间蒸发一样，这让无处宣泄的他感到更加失落。几周后，琵琶得知了小帅摄影展的地点，她精心打扮一番，想去跟小帅再续前缘。在这之前，她约见了闺蜜，还将托马斯自杀的原因告诉了闺蜜。没想到闺蜜跟她说了一番歪理，因为是托马斯提出分手在先，你和小帅发生关系在后，所以你根本没有错，让她不必过分自责。随后两人一同来到小帅的摄影展，再次见到小帅后，琵琶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，但小帅对她的来到显得很是意外，他没想到琵琶会来。紧接着发生的一切让琵琶彻底懵逼，小美居然活生生出现在展会上，她跟小帅深情相吻，这让琵琶看得口呆目瞪。随后小美说出这次影展的主题 This new exhibition tells a modern fable. It's a tragic tale of a sweet young woman named Pippa. 随后琵琶的裸照展现在大众面前，以及她和男友所经历的情景，一一公之于众。原来琵琶租住的公寓正是小帅夫妇的房子，合同中有一项条款是关于图像发布的授权，琵琶和托马斯签合同时也都签了字，所以小帅的展出是完全符合法规的。琵琶万万没想到，当他在偷窥别人的同时，别人也在窥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可怜的托马斯还因此而死。琵琶万分痛苦地逃离展会，彻底清醒过来的琵琶第二天便选择搬离这处伤心地。无意间在窗边的小鸟饮水器下，发现了很多离奇死掉的小鸟。在琵琶的记忆里，托马斯一直有用蔬菜汁喂食小鸟的习惯。此时他心存疑虑地看着对面，小美正得意地向他招手。琵琶开始对托马斯的死产生怀疑。不久后，小帅因为偷窥者的创意作品，还被邀请参加东京国际影展。当他们接受完媒体专访，回到家时，发现门口放着一瓶美术馆送来的红酒，两人开心地喝酒庆祝。就在这时，打印机突然启动，弹出一张纸，上面写着"我知道托马斯不是自杀的，是你杀了他"的字样。两人顿时心虚的四处观望，他们发现这是对面楼顶琵琶传来的，便马上前去追赶。他们一路追到了琵琶上班的眼科诊所，最终被两人堵到了一间房内。这时琵琶说出了自己的猜想，原来他怀疑是小美在饮料里下了毒。托马斯在喝完果汁后直接晕死过去，小美趁着这个机会吊起托马斯，伪装成他自杀的假象。小帅两人知道他拿不出证据，矢口否认了他的猜想。可这时他们突然感到头晕目眩，接着两人相继昏倒在地。原来那瓶红酒是琵琶送的，他在酒里放了安眠药。 Take one final look, 'cause it's the last thing you're ever gonna see.
随后他将昏迷的二人拖到手术台上，用扩充器将眼球暴露出来，然后启动激光对两人进行报复。不久后，这间公寓又搬来了新租户。当他们无意间看向对面的邻居时，发现了奇怪的一幕。此时镜头慢慢拉近，小帅、小美两人正目光呆滞地望向前方，明显他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了。两人无助地相依在一起，而此时楼顶的琵琶正看着这一切。始作俑者最终受到了制裁，而主人公琵琶也会永远活在愧疚当中。如果当时他停止偷窥，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一切。这部电影在警示我们，如果我们凝视深渊过久，深渊将会以凝望。